為什麼在這個社會上，越是懂禮貌、越是好說話的人，反而越容易被排擠和欺負？今天這期內容，我要帶你撕開人性的真相，講講那些真正看透人性的大佬是如何利用心理博弈反客為主的。如果你總是在社交中感到委屈或被動，接下來的3分鐘可能會改變你的社交底層邏輯。首先，我們要理解一個核心概念：心理學中的破窗效應。如果一棟建築的一扇窗戶破了，沒有人去修，那麼剩下的窗戶很快也會被砸爛。在人際交往中，你表現出的過度退讓，就是那扇破了的窗戶。當你第一次面對不合理的請求沒有拒絕，或者面對冒犯選擇大度原諒時，你其實是在向外界傳遞一個危險信號：我這裡的入侵成本極低。人性中天然帶有掠奪性，一旦對方確認你沒有底線，攻擊和索取就會接踵而至。為什麼有些人一眼就能看穿你的弱點？這涉及到另一個高級心理學概念——框架效應。在社交互動中，其實存在着一個隱形的地位框架。那些擅長操控人心的人，會通過打壓、否定或者故意制造尷尬來測試你的反應。如果你在被冒犯後立刻開始自我解釋或者試圖討好，你就已經進入了对方的框架，承認了自己的低位置。而真正看透人性的大佬，從不在意第一印象是否完美，他們在意的是框架的掌控权。記住一句話：誰更不在意這段關係的成敗，誰就擁有更強的心理框架。舉個最常見的例子，在職場或飯局上，如果有人開了一个令你难堪的玩笑，普通人的反應通常是尷尬的陪笑，或者氣急敗壞的反駁。但這兩種反應都輸了。高手會怎麼做？他們會運用反向心理施壓。當對方說完那個玩笑，高手會沉默3秒，直視對方的眼睛，不帶情緒地問一句：這個笑話的笑點在哪？能解釋一下嗎？這簡單的3秒鐘，就是心理博弈中的空白壓力。對方為了填補這段尷尬的空白，會不得不開始解釋。一旦他開始解釋，他的心理框架就崩塌了。他會意識到這個人不好惹。那麼，我們該如何從一個軟柿子轉變為有邊界的高手？分享3個實操建議。第一，停止秒回和過度解釋，不要讓別人覺得你的時間隨時待命。第二，學會使用不舒服作為防禦武器。當感覺到被冒犯時，不需要翻臉，只需要收起笑容，面無表情地看着對方。第三，建立自己的懲罰機制，讓別人知道冒犯你是需要付出代價的，哪怕只是不再分享有用信息或者物理上的疏遠。很多人認為看透人性是為了變得圓滑世故，其實恰恰相反，看透人性是為了保護你的善良。沒有獠牙的善良，本質上是軟弱。只有當你擁有了隨時掀翻桌子的能力，你的禮貌才會顯得彌足珍貴。這就像心理學中的壞人定律，一個壞人偶爾做件好事會被歌頌，而一個老好人偶爾拒絕一次就會被唾棄。不要做那個被道德綁架的老好人。這套社交心理邏輯，建議你收藏起來，反覆多看幾遍。如果你覺得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記得點讚關注。在評論區留下你最近遇到最憋屈的一件事，我來幫你分析如何用心理學手段體面地反擊回去。看透人性是為了活得更通透。我們下期再見。